接下來持續要關心到的是，為了要對抗中俄，川普現在為了格陵蘭，甚至放話說美國要退出北約，真的有可能嗎？另一方面，有關於格陵蘭的議題，現在最新消息是，歐洲急派他們的軍力進入到北極地區了，是要着急着對抗美中俄在這邊的戰線嗎？今天一起來做關注三個火線話題。我們今天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是說川普他為了格陵蘭，為什麼要直接放話？他說：“我不排除我要退出北約。”到底是原因為何呢？剛剛講了，現在呢，歐洲國家也派他們的軍隊進入到北極地區了。這些國家包括了德國、法國跟瑞典等等的國家，他們是在防誰呢？是在防中俄美嗎？還是其實他們在防的是川普對於北約翻臉這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是，當美國為了格陵蘭掀翻北約，歐洲又急派軍力進入到北極地區，但是島上的居民他們根本不在意這些地緣政治啊，他們認為在經濟上面他們已經受夠了，這場角力到底最後是算在誰的賬上？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來一起做關心。趕快來看到是在1月14號這一天，三方的一個會談，美國、丹麥、格陵蘭的官員他們在華府舉行了將近是1個小時的三方會談，談完之後，川普直接就對外攤牌，他說：“美國，我們為了金瓊計劃需要格陵蘭這個地方，要是我們真的不進駐的話，接下來不管是俄國或者是中國大陸也會拿下。我們不能指望丹麥能夠保護格陵蘭吶。所以他也放話了，突然間說了一句嚇死大家的話，不排除脫離北約。來看到兩國的外長怎麼說，丹麥直接說了，川普到現在還是想要征服格陵蘭，我們跟他有根本性的意見上面的分歧。”根本沒有談好。再來，格陵蘭的外長也說，你美國應該要學會好好尊重其他國家的領土。好，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張將軍怎麼看川普的金瓊計劃？為何這邊說一定他得要拿下格陵蘭，不能就用其他的方法嗎？比如說擴大美軍基地就好了嗎？這樣不行嗎？川普如果真的敢為了格陵蘭退出北約，這對他來說會不會因小失大，有什麼樣的衝擊？張將軍怎麼看？因為金瓊計劃對美國來看，格陵蘭只是一個理由而已。金瓊計劃弄不到格陵蘭那麼大，格陵蘭216萬平方公里，是60個台灣，60個是佔美國980萬平方公里的22%，五分之一還大。它比美國没那邊夠大了，它是五分之一的美国，你看夠不夠大？所以說金瓊計劃就是為了格陵蘭這216萬。金瓊計劃只是個理由而已，根本不成立，給你一大塊好不好？而且現在已經有美國的雷達站在格陵蘭，美國的我们叫做的就是太空的接收站在格陵蘭，都已經有了嘛。那金瓊計劃，我再給你個基地好不好？你要多大的地？因為格陵蘭80%是冰雪所覆蓋，它的極南邊是北緯62度嘛，一大部分是在北極圈裡面呢，夠大了。所以美國是以金瓊計劃只是個理由。那我們現在緩過來看，那是為了什麼呢？我認為第一個，讓美國領土，美國再度偉大。美國983萬平方公里，加上了216萬平方公里，就變成了1200萬平方公里，那是夠大了。你看看，所以是不是川普的這個野心就夠了？對。還有一個就是我們講格陵蘭人口太少，那麼大的面積只有57000人，是不是太少了？所以很簡單嘛，那我要一拿驾輕就熟，一馬平川，我要軟取，我直接。拿錢買的，才57000個人算什麼？我拿丟錢給你好不好？你們這57000個人能夠多少錢？我給你買就好了嘛。所以我倒認為，那個最重要的這一個就是它的國土面積大。第二，格陵蘭下面有非常多的礦產，尤其是稀土，還有石墨，還有鎳，還有銅，還有黃金，還有不要忘了還有鑽石，哇，那麼多哎！因為它216萬平方公里，下面多少礦產？而且我們知道地球越來越暖化，你這些格陵蘭是冰天雪地啊，慢慢，因為地球的暖化也慢慢可以開發了。那不是嗎？剛好嘛，搭配了整個的環境變遷、氣候變遷，不是的，就順水推舟了。所以我們來看第二個來看，就是因為礦產，那礦產不得了，多少錢啊？尤其是稀土，那美國最缺稀土，那直接在這邊就有稀土了。這是美國的國土之後，美國開始大肆開採，這是我的了，我的家了。所以他認為川普他可能志在必得。第三個，我們來看就是。這些德國也好，他們在進駐的，包含法國也要進駐啊，都是要進駐。他們這個只是一個點綴而已啦，他們只是形式上進駐。你進駐幾百人算有用嗎？
你真正實質進駐，你每一個國家派出2萬，你這樣的話大家湊個10萬在那邊，哎呦，這規模出來了。但是你那補給怎麼用？軍營設施還沒有蓋嘞，你的營房也沒有蓋，跑道也只有1條，你怎麼用？所以沒有辦法，現在只能刑事進駐。那對美國、對川普的決心能夠產生嚇阻的作用嗎？我認為只能講聊勝於無，只有形式上的意義，並沒有造成實質嚇阻的結果。只要川普一退出北約32個國家嘛，30個在歐洲，2個一個加拿大，一個美國在不在那個歐洲嘛？很簡單，他一退出來，那我就是要美國允許，誰敢槓美國？他是世界超強，是世界的獨霸，誰敢跟他？所以這些形式上的、實質上的進駐沒有，你只有形式上的进駐，這些歐洲的国家並沒有形成氣候，也對川普沒有這方面的嚇阻的效果。川普就要交出成績單，併吞了格陵蘭，就是把它變成他最大的攻擊了。所以他認為這個川普會軟硬兼施，最後就要把格陵蘭硬是要把它吃下來。好，補充張將軍剛剛特別講到說，這個歐洲國家形式上的進駐有哪一些國家？目前總共是統計有7國，除了剛剛特別提到的德國跟法國之外，還包括了瑞典、挪威、加拿大、荷蘭等等的歐洲國家。他們這幾天呢，在當地是展開了周邊的海域的軍事部署跟演訓，那也進行北極耐力的軍演。那現在派出的都沒有一些比較有規模的武器，只有一些小規模的偵察，還有先遣部隊。後續他們說可能會派戰機等等，但是可能都是微不足道的。那北約國家也批評警告說，中俄的艦隊你們長期在這邊，而且是不懷好意的，你們都說是科研。他認為他不相信，絕對不是為了看海豹、看北極熊等等，是為了要找出可以反制我們北約水面艦跟潛艦的方式，所以長期中俄進駐在這個地方。我們先請教酈將軍又怎麼看歐洲國家的動作？現在集結在格陵蘭這邊的軍事動作，還有中國大陸現在低調在北極這邊的動作，酈將軍又怎麼看？這次北約這總共7個國家派兵去協助格陵蘭，真的了不起。那派出的人數是派出的國家數量比這個人數多，人數比槍多，槍比子彈多。那總共這幾個國家，德國果然是這個北約的大國，他派出的人數最多，多少人你知道嗎？13個人。然後其他的國家來講的話，總共大概包括到瑞典啊、挪威各國只有2個人而已，2個人只是用觀察員身份。那法國馬克宏講的是很大聲，到現在為止，他說他要派出2個人，可是這2個人到現在還沒有派出所以你就看到說北約國家有多麼的蒼白跟羸弱無力當然他們也只是形式上，我覺得他們也不敢對抗這個跟川普作對了，這是很明顯的。第二個，我覺得川普在這個節骨眼上面，俄烏戰爭俄羅斯正在展開它的冬季攻勢，而且目前在俄烏戰場上面，可能大家比較不去關注了，最近目光都擺在格陵蘭。但是俄烏戰場現在這個烏克蘭狀況是非常的不利，因為包括北中南3個戰線，俄羅斯現在是大舉的展開攻擊，東斯攻勢已經展開。在這種節骨眼上面，我們看到北約國家正在白俄羅斯的邊界那邊集中兵力。那這時候川普不是一個攪屎棍嗎？北約國家攪屎棍，你選在這個時候在北約屁股後面捅刀那真的是北約前面已經應付不過來啊！你在後面給人家捅刀，然後還叫人家這個要抽調兵力去對付防衛這個格陵蘭。所以難怪川普會講，我覺得他從這個動作你看到，他事實上真的是不重視北約，他只在意自己國家的這種領土的擴張跟自己國家的安全他其實並不在意北約，所以他說北約他要退出啊，我覺得他講這句話是真心的，因為他覺得北約每次都佔他的便宜，花他的軍費他花錢去保護北約啊，北約都這個自己本身都不能自立自強，他每年要花那麼多的錢在北約上面，所以這次我覺得他講要退出，他不只是要退出北約他在聯合國裡面已經退出了66個這個相關的組織，他也都退出了，所以我們看出來川普他到底是一個自私自利的生意人，他只為自己着想。那我們現在回歸到格陵蘭來講的話，這個島重不重要？我如果說就地緣戰略來講，確實對美國有它的重要性在因為我們都曉得，如果說是北極航艦，地球是
扁的，是圓的嘛，從北極那邊過來是最近的。那美國的北方一個國家叫加拿大，加拿大的北邊才是格陵蘭，是最接近北極的地方。那但是這個北極另外一邊來講的話，這個就是俄羅斯的領土。那如果俄羅斯在這邊發射導彈那確實越過北極上空就會攻擊到美國的本土。但是川普都認為說是你格陵蘭只有雪橇拉狗的防衛戰力，對不對？這個加拿大不過就是第51州國防戰略也非常羸弱，所以他認為自己要有這個能力來保護。那現在在北極圈裡面，我們講這個光這個北極圈的戰力來看的話，目前這個俄羅斯確實是碾壓加拿大的。俄羅斯光它的破冰船就40幾艘的破冰船。其中還有好幾艘是核子動力的破冰船，但是加拿大在這個地方大概只有2、3艘的破冰船，所以如果說就北極的戰力來講的話，加拿大確實不是俄羅斯的對手。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川普這麼急着要格陵蘭。但是話說回來其實川普你可以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增加格陵蘭，它畢竟是你北約的盟國之一嘛。你可以用租借的，甚至可以用其他手段。那你為什麼一直堅持要用軍事佔領的方式？我就牽涉到第二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他認為格陵蘭在地緣上面確實很重要。第二個，我覺得他就是一種這個要滿足他小時候帝王的那種心態，就是開疆拓土的帝王心態。這個你知道，當然你回想一下，他之前是要建一艘川普級的戰艦，4萬噸級的戰艦，那像是一個小男孩的小時候夢想，要用積木拼一艘戰艦一樣。那這時候也是滿足他小時候這個很羨慕的那些帝王開疆闢土這個，所以我覺得他用軍事一直在強調用軍事佔領格陵蘭，純粹就是想要滿足他孩童時期這個帝王的夢想而已。好，对於美國，對於川普來說，一定要拿下格陵蘭，有他的原因，不管是安全的原因、礦產的原因，或者是他滿足他帝國領土擴張的原因。但是我們看這些原因，在這一些真的格陵蘭人民的眼中，他們完全不在意，他們也不在意這些地緣政治，因為他們認為這57000名的居民，他們認為說，他們現在最受夠的就是當地的經濟表現實在是太差了。格陵蘭的經濟結構，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其實98%左右的出口額都是靠漁業的。如果要做這種礦產稍微附加價值高一點的話，他們還要投入數十億美元的開發成本，而且對他們來說，這個轉型看起來是非常非常困難的。那所以格陵蘭目前是高度依賴丹麥政府，每年會補貼他們超過10億美元的補貼，但是我們看到經濟成長率在去年只有0.2%，經濟陷入停滯。楊老師怎麼看？我的觀點是，我認為在委內瑞拉、格陵蘭跟伊朗3者之間，這3個現在川普都想要伸手進去。格陵蘭對川普最重要，而且接下來的這3年，格陵蘭很可能在美國的全面的壓力之下，就會用什麼樣的方式加入到美國。簡單的講一下歷史哈，1867年那個時候，美國的政府跟俄國買下了阿拉斯加，720萬美元。那個決定是當時的國務卿叫做舒爾德。那舒爾德是做過參議院的參議員，然後跟林肯總統競選總統，他失敗。那林肯總統當總統的時候，就找他做國務卿。然後呢，進行內戰。內戰結束之後，林肯被暗殺，副總統叫詹森上來，繼續舒爾德做國務卿。雖然在美國內戰結束了，舒爾德還是想盡辦法要跟俄國買阿拉斯加。不過那個時候他被批評，你買的一毛不值的地方。像是舒爾德的冰箱，其實他接下來就想要買格陵蘭。他為什麼要買阿拉斯加跟格陵蘭？他目標其實要把當時還沒有獨立的加拿大變成美國的版圖的一部分。這個是一直以來美國的政治精英希望把整個美洲就掌控在美國的很重要的一個關鍵。然後呢，門羅主義後來就往南延，在19世紀末，川普最羨慕的麥金利總統。他就發動美西戰爭，1898年打贏了，所以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關島拿到手中，同時也出兵佔領了夏威夷。麥金利也提高關稅，你們覺得很像？川普就是要去實踐這些
而且它這個留名，如果格陵蘭拿下來之後，其實它就歷史留名。所以它為什麼一直在講加拿大是第51州？那丹麥賣這個殖民地也是這個經常的事兒啊。18世紀的時候，他把印度以南跟那個錫蘭，現在叫斯里蘭卡的幾個小這個殖民地跟就是貿易站，他賣給英國，後來也賣西非的部分給法國。1917年，他把丹麥屬的西印度群島賣給了美國，2500萬美元，就是現在美國在加勒比海的所謂的維京群島。但這次丹麥能不能賣格陵蘭？不能。因為格陵蘭是一個自治省，他沒有角度、沒有權利去賣，所以我覺得最有可能最後面就是讓格陵蘭人自己公投，你決定格陵蘭的未來是要獨立還是要加入美國。那這個時候美國就可以10萬，每個人10萬、20萬發下去啊，因此我覺得其實從這個角度來去思考，而不是單純就是戰略、礦產、航線這些都重要，都重要，都有意義。但是呢，它有它的一個歷史背景，然後呢，這些北約國家跟丹麥不會因為格陵蘭去跟美國翻桌子的。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